虽有极境神识，但面对元婴期高手还是毫无胜算。若他有心抓我，我定然逃不过。这火焚国不可久留。虽林涛只需10日便可拿到地图，但凡事有万一。在马良记忆中，溪谷峰市是火焚国最大的拍卖集市。我且去那里探探是否有地图拍卖。好。看这身形，应该是他。那贼人极善易容。诸位道友，何事阻挠？你是我们派禁地偷盗，以为伪装成这样，我等就认不出来吗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哥，快住手！婉儿。哥，不是他。那人虽说擅长易容之术，但不可能幻化得出这位公子的气质。这……道友莫怪，在下洛河门李袭清，唐突之处，望道友海涵。无妨，既是误会，妈妈又岂会耿耿于怀？想必马公子也是去参加溪谷方士大会的吧？到时说不定还能相遇。道友，今日之事，请多多原谅，我等还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别过。大家随我继续搜捕。东、南、西、北，临清时，过！师兄真是太厉害了！是啊，这阵法我们修复了半个月都没弄好。有师兄在，那些火兽都是小意思。有了这阵法，我们就安全了。是啊。啊，怎么回事？真破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师兄，师兄陨落了！快跑！快点，快点！哥哥，这火山一座接一座的爆发，咱们修士还能躲避一二，可凡人却毫无抵抗之力。婉儿，现在火焚国天地间都被暴虐的火属性灵气充斥，修士一旦吐纳外界灵气，轻者走火入魔，重者立刻焚身而死。你以为修士又能躲到哪里？除非……众弟子速回宗门。不知道师祖召集我们是什么事啊？吉兆尔等返回宗门，皆因近日火兽肆虐，境内大乱，遇火兽之灾。我洛河门已与战神殿邪魔宗、尸阴宗共同结成火焚盟。即日起，火焚盟修士共同迁至宣武国。宣武国内宗派林立，势力复杂，岂会甘心让我等修士过去争抢修炼资源呢？这怕是会有一场大战呐！是啊，怕什么？师祖，若火焚国修士都前往他国，那火焚国凡人当如何应对火兽？我等已尽力送凡人撤离，大道无情，
吾辈当以最坏的打算应对。此事无需在意，尔等听从指挥，准备迁移。撑住！冲不出去，整个火魂盟都将丧生于此。这是什么？感觉不太妙啊！大家小心！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……这些火兽变异了！火兽变形了！快冲出去！冲啊！跟上！跟上！进攻！杀！死于地！来出效果！你快来！老tổ，前线损失惨重。此子虽然只有筑基，但用的法术却蹊跷得很呢。去，杀了他。是。筑基后期，能奈我何？
小娘子，你们小队13人已经被我一击杀死，你们跑到哪儿去啊？我洛河门世代炼丹试毒，你若是不怕，女孩子家炼丹试毒多危险啊！不如找个人一起双修，岂不美哉？是结丹中期，没有嗜血天魔阵，我对付不了你。会土遁术的小辈，既然遇到了，你这条命就留下吧。师兄，救我！师兄，此人来自宣武国双修门，他知道我身上有一枚天离丹。如果师兄能救我一命，他可救不了你。你身上当真有天离丹？此人与我同属火焚国，即便是个狂徒，落在他手里，总比落在那宣武国结丹期修士手中要好。成品天离丹我没有，我这里只有一个半成品。洛河门的天离丹没有成品，都是半成品，只需用半个时辰祭炼。因为天离丹一旦成品，必须在1个时辰内服下，否则效果大损。啊哈，想去火焚盟找援兵，先问老子同不同意？我不是他的对手，若要破局，只有一个法子。师兄，这是火焚国的方向啊！从大阵被破到现在，大约3个时辰。抛出元婴期瞬移，不顾一切前来报讯的时间，火兽必定已进入宣武国边境。游戏该结束了，就是现在。这是。这火兽不是被锁国大阵封住了吗？快停下！我们应该去报讯。他们已经知道了，不用你操心。不好，被发现了。此人看似是筑基期，却连用3天土遁术横穿整个火焚国。火焚国一国之力都难以抵挡的火兽，他究竟计划如何摆脱？师兄，这是修魔海。我知道。穷凶极恶的修魔海内，说不定有人能阻止火兽。而且修魔海相当于几千个火焚国那么大，浓雾弥漫之下，即便是火兽想找也难以寻觅。师兄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本想避开的修魔海，最终竟成了唯一的破局之法。阴寒凛冽。修魔海就仿佛是一块冰，与火焚国的燥热成为鲜明的对比。万物相生相克，这阴寒属性的无物，恰能制住火兽。当务之急是开辟洞府，尽快结丹。只有结丹成功，成为元婴旗下第一人，才能在穷凶极恶的修魔海内生存。
传闻修魔海内经常有凶兽出没，修士大多不讲道理，实力是唯一的武器。而且这海内女修不多，一旦发现女修，除非有强有力的靠山，否则下场凄惨无比。滚出来！放！筑基中期，他们有3人，师兄，我们快逃吧！小子，此地是我斗邪派势力范围，识相，把你身后的女修留下，否则的话，顾子。他们怎么？你刚不是说修魔海只尊强者，不讲道理吗？你刚才用的可是死咒术？死咒术？我曾在洛河门藏经阁读到，上古时期，魔道有一种最为歹毒之功法，欲练此功，需集3气归一。第1气为阴气，也就是女子元阴，以采阴之术积累阴气；第2气为死气，第3气为杀气。3气合一，经历九死一生后，生者可初步掌握，但据说最终大成的几率几乎等于0。效果虽然类似，恐怕这死咒术只是对极境进行模仿罢了，正好用来掩盖极境的存在。待天离丹炼成，我跨入结丹期后，自会放你离开。不过若你动其他念头，休要拖延。此人比这些修魔海中的恶徒更加可怕。废弃洞府。修魔海山势奇特，每一处都坚硬异常，咱们还是另寻他处吧。他的身世竟可同时控制这30多把飞剑。这阵法有些普通，只能抵抗住筑基修士。这洞府我打算长期驻留，若是被人破阵闯入，我大可一走了之。至于你，生死靠自己。前3连，坤6段，震养鱼，艮复腕，离中虚，砍中马，对上缺，巽下断。
现在共有214座阵法，我用精兽兽骨布置的叫九离尸骨阵，目前只能发挥3层威力。若想阵法更加牢固，需要更多灵兽兽骨。你先。看着洞府的情况，以前有修士在这里修炼过。师兄，我是现在为你炼制天离丹吗？你炼制的丹药，我不敢吃。师兄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你要如何才肯信我？我需要你交出魂血，但我不会太为难你。你只需在我结丹前，为我炼制足够的丹药，待我结丹后，自会送你离开修魔海。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，你看看可炼制出什么丹药？这是火母根，还有蛋黄草、天灵草。师兄，这些东西我可以随意使用，是吗？我只要成品丹药，至于过程，你可随意。师兄放心，这些材料我大约可炼制增加修为的黄灵丹300粒，避毒丹50粒，还有别的各有功效的丹药。师兄，你看这魔血藤，这是炼制天离丹的主味药物之一。只是炼丹需花费大量时间，九离尸骨阵怕是坚持不了那么久。我今日会外出一趟，搜寻兽骨来加强防御阵，少则3日，多则7日，定会回来。那战神殿的炼气术，同样也需要灵兽头骨制作反应炉。师兄，可否再帮我寻一个炼丹炉？我随身携带的丹炉只可炼制普通丹药，以往天离丹成品的祭炼，都是用门派内的天地熔炉完成的。说好的3天，这都10天过去了。开阵。以他的骨头来布置九离尸骨阵，够不够用？有着蛟龙骨做阵眼，阵法一旦开启，结丹期可困住数日，即便是元婴期也可阻拦1、2。这阵法已经不能叫做九离尸骨阵，应该叫九离龙蛟阵。等等，这是蛟丹和龙髓。蛟丹是天然丹药，有利于疗伤恢复；龙髓是至宝，可用于增强灵力。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虽然无法和尸骨内的地阴4品相比，但修炼黄泉圣窍诀的邯郸却是足够了。
就准备结丹了。邯郸一成，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我出去一趟。师兄，等一下。修魔海内危险重重，这蛟龙皮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，我便自作主张加工了一下，以备师兄不时之需。师兄如果觉得我有别的心思，大可投入洞府之外，用来加强法阵。一件够了，那件你留着。最近他每天都在闭关，可结丹期恐怕没那么好度过。火焚国几千年来最快结丹的修士，结丹还用了30年。你练功到了瓶颈，修炼死咒术的人需要采集女子原液。若是他，我知道，因为你炼丹。若是我死也不会从命。这蛟龙头骨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蛟龙一身是毒，这骨头变成紫色，不足为奇。这蛟龙体内蕴含剧毒，自身为什么不受影响？这蛟龙生前体内都是毒素，血肉、骨头、五脏六腑，甚至连唾液都蕴含剧毒。自然不会受其影响。体内都是毒素，既然我的身体无法承受寒气，那么就让身体完完全全变成寒气，如此一来，自然可以承受。我结丹之日，定是送你回洛河门之时。3年了，他还没有消息。当初他从歹人手中救下我，几次保全我性命，还答应送我回火焚国。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子，你怎么不跑了？刚才那个小娘们儿归老夫了，老夫正好缺个修炼的炉鼎。
何时出现了这等阵法？这阵法能幻化蛟龙，定不简单。文桑，你用万封印试试。精妙的阵法，诸位长老，接下来就一起出手吧。这是大灭绝符。若非你这蛟甲，我就不是伤那么简单了。那人虽是结丹中期，但他这大灭绝符的威力确实极大。这是5品丹炉，以最快的速度把天理丹炼制成品。他们追杀你，可是为了这个？不是，我们现在只有一条活路。只有你炼丹成功，才能助我结丹；只有我结丹成功，我们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被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这么放弃？我还有无血藤。还有时间。师兄，师兄，这是用魔血藤炼制的天离丹，效果略次，但就连虚谷镇还能坚持多久？5个结丹修士强攻的话，不超过4人。我会尽快结丹。有点来头，竟3日还未破。大头，
你想要那女修，可要拿出点真东西出来。还有阵法，各位带我去除掉此阵。现在的距离，只要那小辈一露面，老夫便立刻可以用这困仙法将其套住。 你们可是要这个？没想到这小杂种还真有丹炉，而且还是炼器阁内10万上品灵石的百兽灵炉。女娃子，把这丹炉拿来。大长老，这丹炉归我，日后我定有厚礼酬谢，如何？你想得美！ 你竟敢毁了这宝炉！求死，那就惩罚你！我这条命本就是他救下的，如今便算还他了。 就杀了一名结丹期修士，到底是什么怪物？
等我。从这一刻起，王某将是元婴旗下第一人。若尔等没有隐藏修为，那么就可以死了。在南斗城范围内，我从没怕过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怕了。走。去哪？我带你去杀人。惹出了这滔天祸事，猎物怎么就变成了猎人？第三个。想我古城贵为斗邪派长老，此时却如丧家犬般躲在地下。我上次用这保命之术，应该还是筑基期。第四个，还差最后一个。这么短的时间，居然把其他结丹修士全都杀了，难道他是元婴级？我记着前面有一个斗邪派分部，有2个结丹修士坐镇，怎么也能替我阻挡片刻。参见大长老。木南、木北，我命你2人速速阻拦我身后之人。若能成功，将上上品灵石10000块。能让大长老逃命的敌人，岂是我们2人可以抵挡的？那是总部4位长老的神识。晚辈木南，晚辈木北，参见前辈。认识这令牌，若敢杀我，定会被所有人通缉。我走。这是百日诛杀令。万魔百日诛杀令是修魔海中最为恶毒的保命法宝，上古流传至今仅剩10块。开启此令的要求极为严格，需要结丹期以上修士的生命作为代价。无论谁将被通缉者杀死，都能获得他全身的修为。若能在诛杀令下存活100日，反而会获得开启者的修为。然而亘古以来，从来没有人能从围剿中存活。
确定若能挨过100日，便可获得对方的全身修为。古籍上确实是这么记载的。这个魔头怎么又回来了？参见前辈。斗邪派总部可有元婴修士？没有。那些前辈一般都是在内海出没。斗邪派的掌教什么修为？前辈，斗邪派掌教是结丹后期修为，不过已然达到巅峰，随时可能突破。你2人带路，去斗邪派总部。是。你猜，那5人是不是想要杀被诛杀令通缉之人，结果反被杀死的？这人把神识捆在一起，就是想警告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幻魔百日诛杀令出现了，若杀了此人，获得最少是结丹期修士的全身修为。要是成了，提高一个境界都不在话下。快传音给同门。当年杀藤丽引起的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。对方一定会对我赶尽杀绝。为了除去后患，还是去一趟斗邪派总部，快速立威才是。怎么还没人来杀了这人？那么大的珠子在头上顶着，要是真把他领到总部，我们即便不被他杀死，也会被掌教灭魂的。幻魔百日诛杀令，好，好！这可是掌教大人都礼让3分的魔君。小辈，我给你半炷香的时间处理后事，不要试图反抗。你区结丹初期的修为，我黑衣魔君不放在眼里。只要他敢出手，到时我们兄弟俩一头反水。找死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，那就让老夫送你一程。咒术，这法宝可是能抵抗元婴修士全力一击的，现在碎了！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啊！晚辈上官梦知错，还请前辈不要怪罪。这黑衣魔君竟如此不堪一击！什么黑衣魔君？他不过是修魔海外围畏强欺弱之辈罢了，全靠自我标榜，这才留下些许威名。晚辈愿拜您为师，从今只尊师父，求你收了我吧。师父，你劝劝师父，让他收了我吧。他定然有不弱于元婴期的实力，再加上那诡异的死咒术，我现在即便是逃，也定然难免一死。晚辈愿献上魂血，师父只需心念一动，便能取晚辈性命。谢师傅。继续带路。是。继续走，若有人阻拦，杀。我表现的机会到了！你们这些筑基期的杂碎，听好了，在我师尊面前者，
将军若是不能在10年内提高境界，今日老夫必杀此人。我也是如此，只要杀死此人，我便能达到结丹后期。绝老，他不过是个结丹初期，还要这些筑基期的小东西上去做什么？我们尽快动手吧。初期，若是再这么下去，难保不会引起南斗城100万里之外的修士注意。到那时，是否会有元婴期修士前来，很难说呀。这消息扩散的速度确实快得有些不正常。3息内还留在此地者死，1息，2息，3息，快走！晚了。这人只有结丹初期的修为，但为何如此厉害？我等即便出手，恐怕也捞不到好处。杀呀，杀得越多越好。你们若是还存有贪念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祝某现在绝不参与进去。告辞。既然这样，楚道友就帮老夫个忙。血老鬼，你敢！万邪天魔阵，开！血气，血子曾是斗邪派大长老之一。当时斗邪派内斗，他带着其他几人逃遁出门，虽是结丹中期修为，但却掌握着很多斗邪派的邪术。这血气大阵，竟将他们的修为生生从结丹中期拔到了后期。上官木。木南、木北，你3人愣着干嘛？凭着杀星的实力，自己若要留得性命，就需要统领方了。这不是欧阳老儿吗？来，我好久不见，正好陪着欧阳老儿受死！就凭你！来吧！这不是血气，是死气。血阵抽走了上千人的死气，死咒术恐怕对他不起作用，得寻得阵眼才能破阵。万魔百日诛杀令，死咒术，丹宝，老夫都会收入囊中。今时今日，元婴之下，老夫便是最强。
鹰之下最强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到底是什么法术？血气啊，死气啊，用尸体炼化的东西，在我面前都不堪一击。出来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尽情吞噬。说的，老子终于可以尽情吞噬了！带路，去斗邪派。听说了吗？最近有一个阴反人诛杀令被通缉之人，反杀了一众结丹期修士。可不嘛，听说连大长老都被击杀了。这也太邪乎了！他难道是元婴期？啊，这是……等等，他就是那个煞星！快跑，快走步！玄冥的万邪天魔阵，这煞星说破就破，老老实实听命于他，或许还能保住小命。这人实力恐怖如斯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这回拜师拜的不亏，跟着他混，以后修魔海外围我就横着走了。若想在这危机四伏的修魔海站稳脚跟，斗邪派是李威的最好选择。极境神石经过混战略有损耗，不过还好，在石海的滋养下，应该恢复得很快。他真的做到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将是元婴期下第一人。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，错把他当成孙有才，险些弄出误会。不过，若是当时真的打了起来，在场的人估计都会被杀得一干二净，甚至包括我，也不会让他连允一分。你不用着急，待我事情处理完后，自会送你回火焚盟。长老们称，这是谢东来的贼人给自己建造的闭关之地。师父放心，这里安全得很。等出关，我送你回家。你真的要送我回去？现在，你只需好好养伤。走。去哪儿？我带你去杀人。别人都是去看风花雪月、朝霞落日，而他却是带我去杀人。4年时光，数次救命之恩，那便以此为报答。
铁柱，娘听说仙人也能成家，你若是得空回家，就和娘去见见村里的姑娘，有好的，咱就说一房回来。哎呀，孩儿他娘，你瞎操心什么？咱家铁柱可是仙人，找个媳妇能是凡人吗？行，听你爹的，娘等着看看，你到底能领个什么样的回来。爹，娘，你们放心，铁柱一定给你们领个好媳妇回来。不过不是现在。经此一役，我虽在修魔海立威，但仇人犹在。他不在我身边，反倒更安全。师母，去歇歇吧。莫要叫我师母。好，不叫师母。从师傅闭关开始，您就一直不眠不休地刻画着龙鳞，小心折损寿元。快完了。给我准备一间密室。是。师兄，你这么快就出关了？你这3天在做什么？面色如此难看。把它喝下。现在丹药炼完，我也失去价值了吗？谢谢师兄，我没事的，咱们走吧。10日后将回来，参加掌教继任大礼。要化海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雾化海的过程。因为每次雾化海的时候，你都在闭关。这4年的时间，4次化海。每一次我都紧张万分，必须要亲自主持大阵，待熬过化海期后，才会放下心来。每年化海时，隔着阵法向外看去，所见之处都是深蓝色的海水，偶尔还有以往难得一见的内海灵兽游动而过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当时天女珠误打误撞吞噬了火兽之王，我无意中成为火兽的目标，九死一生之际，竟导致火焚国灭亡。以至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，有多少是身不由己，有多少是逆天改命，我竟有些分不清了。快到了。就送到这儿。4年时间，多谢。这魂血内我留下一丝神识，元婴期以下，从今以后无人可伤。师兄，不如先同我回洛河门躲避一下。不用。以后还有相见之日。这是我这些年炼制的丹药，具体作用里面都有介绍。4年前，我承诺保你安全，现在我做到了。从今以后，你我各不相欠。告辞。师兄，这个送你。
师兄，4年来，婉儿谢谢你的数次救命之恩。修魔海内的生活，婉儿此生不会忘记。既然离别已成必然，特赠玉符一枚。这玉符内是婉儿此生阵法巅峰之作，取自斗邪派斗灵之阵，略加精改。此玉简集防御与攻击于一体，但比之攻击，防御才是此阵的根本。婉儿知道，师兄有自己的目标要实现，修真之路险之又险。望将来师兄再临险境之时，此阵可阻拦一二。若能如此，婉儿心